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评分人数巨榜《陈情令》登顶知否显入，杨紫作品口碑垫底。即使豆瓣这个评分平台时不时就会因崩溃或不严谨而出圈，但从内娱衡量的标准来看，它仍是具有一定公信能力的。绝大多数剧组在做战报时，只要在平台上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就必然要黑体加粗的摆出来，20不惑第2部评分创新高。剧方直接把相关信息设置成背景图，生怕观众不知道自家剧是有多优秀。既然剧方都把豆瓣成绩当成了可炫耀的资本，那么观众自然就更愿意相信了。一部好剧，但凡是有点名气，题材不是过于小众的，均是打分人数与口碑双向奔赴的。评价的人越多，这评分就越好看。对于国产剧而言，能够上到50万评价数，已经是个不错的成就了。这证明剧起码是热播的。而近几年真能达成这个目标的，其实并没有太多。有些剧吹嘘的好，实际上在榜单上没有影子。堪过50万大关的，至今唯有18部。陈情令以绝对优势拿下第一，知否擦边挤入榜单，上星剧网播略微劣势。占据榜首位置的是19年首播，成功再推出2位圈内顶流的陈情令。他的神话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那时候2个男人的题材对于国内的娱乐圈来说还不是正经的，但是积累了少量的忠实群体，观众的关注度和氪金能力超乎想象。魔戒之父这个 IP 够火，肖战和王一博的合作让人耳目一新。黑马的逆袭只是一瞬间，能赶上易烊千玺同期的新剧《陈情令》就已经出类拔萃了。从后续资源推广来看，近4年来，不仅该剧没有停止运营，2位演员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将这份热情源源不断地赋予了这部剧。收视率一直在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60万。距离第2名60万的直接距离，短期内恐怕没有哪部剧能够撼动其地位。榜首强，榜尾出奇。豆瓣口碑7.8的知乎刚过50万，印象中这部剧被称为赵丽颖的养老保险。评分数据怎么会这么残酷？其实这和它的播出形式有关系。作为明星剧，有收视成绩可看，大家自然是冲着收视榜去的。这个网播数据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榜单垫底，其影响力也不会被否定。从作品性质来看，赵丽颖靠的是明兰这个角色，这才开始慢慢从偶像剧向偏剧转型。贵妃掩饰野心，一步步逆袭黑莲花，最终她赢得了梦想中的丈夫和生活，清醒而自觉。明兰的很多语录现在都说得通了。暑期3巨头相继上榜，沉香如屑口碑垫底，杨紫成坚持力挽狂澜，可以获得超过50万人的评分，其中大部分都是及格线上的宝物。不过榜单中却有一个例外，这个格格不入的就是评分为5.9的沉香木片。明明离6有点近了，但是自打完就被疑似锁分的节目到现在也没能突破。如果节目早点上映，没有比较也没什么坏处。如果不是和苍兰诀交手，说不定他的口碑还会更上一层楼。不过经过对比，隔壁的创新实力明显要高于这部传统童话。为虐而虐的主线，女3号英登的副线太讨厌了。悬疑但没那么惊险的人间侦探等副本，剧本不扎实，导致评价比较中庸。如果不是杨紫和程毅主演，估计剧组也没有底气自称戏王。事实证明，导演、演员、编剧不能翘臀，否则离登顶就很远了。那么榜单上的剧你看过几部呢？02肖战是我的，全世界都能看到 Gucci 高调火辣告白肖战。震惊了， Gucci 这个一向高冷的奢侈品牌，居然来找肖战表白，这么直白，这么热情，毫无保留，方式越来越多样，布置越来越豪华。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世界，这个东方巨星是我的。肖战米兰之行期间， Gucci 品牌派出4名贴身保镖，2名航翻译，私人飞机接送。肖战的品牌宣发视频全球40多个国家官网滚动播放，真是没有最爱，只有更爱。有的网友仅以 ins 官号为依据，向大家科普了古驰对于肖战的偏爱和重视。首先在2021年10月份官宣肖战的时候，官号当天就同步了国内平台官宣，并言明了肖战全球代言人的身份，
且连发了3条 ins， 其中包括一个视频。欧美以及其他亚洲最顶级的明星官宣待遇最多就是这样。其次，官宣后的每一次单人推荐官号 ins 都是连发3条，包括一个视频。内娱明星近年并没有可以比肩的例子，欧美及韩国明星待遇也只能和肖战持平。而最近的这一次的环宇古驰典藏展，古驰更是破天荒的为肖战发了4条 ins， 并亲自安利了他本人。这已经超越了官宣的力度，其中单一条就包含了3款古驰经典包型。而其他明星的推广帖往往是用3个帖子来推广一款包的包型。不仅如此，从宣发介绍看，后续还会有视频和图片发出。该网友总结说，不知道老古的超爱能有那么多的爱，因为我们还都没有见到，因为肖战一直在破纪录，破国人的、亚洲的以及世界的。英国著名杂志《名利场》青年官网时尚版刊登了肖战推荐古驰环宇典藏的文章。文章开头配古驰官方的肖战推荐视频，文末放上了最新一条的古驰官方 ins 发布的肖战的帖子链接和内容。标题是肖战与佛罗伦萨深入探索古驰环宇精髓，详细介绍了肖战探寻古典藏馆的过程及意义。大家说前几天大家就已经被托德斯品牌对肖战的宠爱狠狠地震撼到了，这古驰马上就接上了。看来品牌对肖战的宠爱没有最卷，只有更卷，真是为我们中国的大帅哥好好骄傲了一下。破界跨界闯世界，肖战请大步向前走。03萌探3官宣阵容偶像来了，搬来3位姐，黄子韬过于自信了。春暖花开，媒体机构的主要外部戏剧展示最近才开始，比如《奔跑吧》和《蛮横考验》之前已经开始电信先行《奔跑吧》，后面的剧集会有城市追击。除了姚一田之外，浙江卫视还有一个实力出奇的剧场版主力竞争者，那就是吴彤。他的很多作品虽然被吐槽过，但评价一直都很高，比如《专家对战专家》，包括之前的《青春游记》无限大咖，最近的《我们的酒店完成》等等。他的计划以访客设置和情绪为中心。近日，吴彤执导的《萌探》第3部回归。又从第1季开始，每期节目的主题都与一部典型的影视剧有关，比如《西游记》骗子作品，比如惰性《还珠格格》《白蛇传》，观察多年《家有少年》等多部作品纷纷亮相，还原原汁原味，调整解密首映剪辑，与游人通过剧情和游戏的牵强附会，获取剧情提示，追查剧情的真实性。无论如何，这个节目和其他项目的对比是，访客替换的重复发生非常快。首期节目中，孙红雷、黄子韬、沙溢、那英、杨迪、美乐蒂亚轩、杨紫等嘉宾登场。下一季被华晨宇换下，刘耀文、张一山、曲丹丹、杨迪、欧阳娜娜同样被网友吐槽没有用上第1季的首发阵容。现在第3季来了，看节目的人都变了很多。4月17日，《魅力调查员》第3期正式宣告长线客串。重要的是，初选的黄子韬和孙红雷已经回归，新增量包括谢娜、宁静、娜扎、孙熙、徐志胜，这与下一季的安排基本没有关系。目前看来，萌刑警节目每季都会使用新面孔来创造更多的前景。孙红雷和黄子韬在节目的主要时间里的表现大家一清二楚。后来的《绝命毒师》，孙红雷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坏人，但也很励志，像个大组长。所以，孙红雷认真和虚伪完全是两码事。黄子韬在第1季的时候，抓住机会胡乱剖析，明白自己的道理，结果总是不对劲，无意间害人害己，当之无愧的搅屎棍。他同样对自己的思维能力非常积极，并做出了很大贡献。笑话多多，这次他回来更是笃定，木讷地说着，这个质量很好的回合，我直截了当地传达了心意。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乐开了花，莫非他在有一点是浮夸的？问号。此外，徐志胜和谢娜的扩容也为剧集增添了爆笑镜头。怎么感觉这个季节的来客都更了不起了？既然是剧场版，那么用更富变化感的方式来迎接明星肯定是精明的。除了谢娜，还有安静和娜扎，他们3人也是一般的好搭档，之前曾一起出演过《符号来了》。没想到这次吴彤竟然直接带了3个不同项目的姐姐过来。如果以后能在节目中集结更多的姐姐，那么到时候吴彤就会有不平凡的担当。
除了表彰模范作品，萌探节目同样需要调整第一大前提的交易，增加游戏会议。说实话，在众多的文艺演出中，思想还是比较前沿的，而且节目更能激发观众的兴趣。能量与沉浸的感觉，让大家在细细思索的同时，也能邂逅快乐，跟随参观者打开不同的剧本，体验基于网络的思维体验。你会期待这一季的可爱家庭吗？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